在阴险的米诺斯国王的宫殿深处，在不可逃脱的迷宫的潮湿黑暗中，一个恐怖的怪兽在无尽的监狱走廊中徘徊。他对血的渴求强到他的怒吼可以撼动地球。很容易看到米诺陶尔德神话有被认作为纯虚构的长远历史，但是很有可能米诺陶尔与那些我们早期祖先创造以用来合理化那些他们在自然世界中看到的但又不能够理解的恐怖事情的神与怪兽。虽然我们不能够解释这些故事的所有方面，但是会有一些真实的科学可以解释它们。当我们把它们拆分为线索时，就我们所知，世界上从未有人牛同体的混血生物存在。但是最早的关于米诺陶尔的文字材料并没有描述它的物理存在，所以外表并不是这个故事的核心部分。然而所有的版本都对得上的是，那只怪兽生活在地下，当它吼叫时，它会引起非常大的问题，都展现了天才故事家 Daedalus 想象了那个克里特岛底下的迷宫。考古学家尝试寻找那个神话中存在的迷宫，并没有找到什么。但是克里特岛本身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从地震活动来看，克里特岛在一个叫做 Aegean Block 的地壳上，并且覆盖了部分 Nubian Block 海洋地壳，刚好在它底下的位置。这种被称之为前末的地理构造在全球都很常见，并且会造成大量的地震，并且克里特岛的情况尤其不稳定，因为 Nubian Block 贴在了非洲的巨大的浮动地壳上。当 Nubian Block 运动的时候，它不能轻松地向下滑动，或者像别的前末区域的海洋地壳一样陡地滑动，而是剧烈的并且突然地将地中海向上撬动，被称作上升。而克里特岛刚好在上升中心。在2014年，克里特岛发生了超过1300次震级不低于 2.0 的地震。对比下，在同样的时期，南加州这个大得多的区域只发生255次地震。当然，我们没有米诺斯国王时期的地震数据，但是我们确实可以从化石与地理记录看出，克里特岛经历了很多次，单次超过30英尺的上升。和夏威夷岛比比，夏威夷岛的地震和火山活动和佩欧的神话紧紧串联在一起。佩欧是一个燃烧着的美丽的女神，就像米诺陶尔，她的神话包含了毁灭的故事，但是它们也包含了舞蹈和创造的元素。所以为什么夏威夷创造了佩欧，而克里特岛创造了米诺陶尔？这区别可能来自于夏威夷岛最剧烈的地震中流出的岩浆。夏威夷的岩浆由玄武岩组成，该岩一旦冷却会非常肥沃。在剧烈爆发的几十年内，岛民会看到生机勃勃的绿色植被生长在岩浆新组成的群岛上。所以这就说得通为什么神话将佩欧同时描述成创造者与毁灭者。对于克里特岛人民来说，他们的地震只会带来毁灭与贫瘠的土地，所以对他们来说，虚构猛兽米诺陶尔诞生了。神话故事与他们起源的地区的地理环境之间的联系，告诉我们神话与科学事实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都为了解释与理解这个世界而生。关键区别在于，神话使用神、怪兽与魔法，而科学使用测量、记录与实验。如果你喜欢学习历史，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每周我们都会发布一些动画，从反对凯撒大帝的阴谋到香蕉的黑暗历史。